好，在使用了几天这个 Mi 11 Ultra 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整个的使用心得。那在分享之前，按照惯例，我们一样会有 S21 Ultra， 然后以及 iPhone 12 Pro Max 和这个上一代的 Mi 10 Ultra， 我们会有一个相机的盲测大比较。这4支里面，我主要会比这3支。那这支 Mi 10 Ultra 会是以一个插画的方式来呈现。那在盲测结束之后，我会分享一下我这几天使用的一些心得。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测试吧。那我们就来到第一张的比较。那这一张的话，主要是一个主镜头的比较。那很明显的话，最左边的是直接就整个天空直接过曝掉了。那中间和右边来讲的话，会是我比较想要选的叶子和天空的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右边这张图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感觉。所以说这张我会选的是最右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最右边的话是 S21 Ultra， 然后中间的话是 Mi 11 Ultra， 最左边的话是 iPhone 12，就是 iPhone 有时候不知道它是 HDR 是放弃了嘛？那这张的话我是选 S21 Ultra， 然后接着是这个树叶的比较。那首先来讲的话，我第一个会被吸引眼球应该是中间的这一张吧，会觉得它的树叶比较绿一点。但是右边和最左边的话，我觉得左边的这个细节还不错，最右边的话就感觉说好像还好。那我这张的话，我是选最中间的，没错，我果然就是一个臭新粉。最左边的话是 iPhone 12 Pro Max， 就一样，它的细节是有做出来。然后中间的是 S21 Ultra， 然后最右边的话是 Mi 11 Ultra， 就觉得它的主镜头在这次的提升的感觉并没有到这么的强烈，可能因为都是晴天吧。好，然后这张的话是一个超广角的测试，那主要是可以看一下它的广度啊，整个变形的感觉，还有整个色彩的感觉。那首先我会先注意到的是最左边这个，它上面这一区是有比较多的范围，因为它的广度感觉是比较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颜色其实也蛮艳的。那后面的天空的部分的话，其实这张照片只有最右边那张照片只有把天空压下来，就是呈现了一点蓝色。不过我个人会觉得这3张照片我会喜欢最左边的，因为它广度比较广。果然最左边就是 Mi 11 Ultra， 它的超广角在这一次的感光元件升级的情况下，整个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不论是它整个在颜色上的感觉是还蛮 OK。不过其实最右边那张我也有点犹豫，是因为它的天空，我还蛮喜欢它的天空。好，下一张这一组的话是测日间的3倍镜，这个的话我首先会觉得中间吧，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3星口味的调教，我猜中间应该是3星啦。那最左边跟最右边比的话，我喜欢的是左吧，我觉得最左边那张第2名。OK， 好，这个有点尴尬，我选的都刚好是3星的。这个的话，可能是因为刚好调教的关系，叶子绿的啊，天空蓝的，所以比较不需要再做后期的调整。那右边的话是 Mi 11 Ultra， 最左边的话是 iPhone 12 Pro Max。最左边和最右边在选是觉得它的叶子的细节程度会比较不一样。不过因为 Mi 11 Ultra 它是5倍光学变焦，所以说其实在3倍这个焦段，它是有点像数位变焦去处理，会有一点吃亏。那 iPhone 的话，光学是2.5倍嘛，可能比较靠近，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在这方面是比较有优势。下一个是1打1，这个的话是长焦，然后是10倍。那我拍的是建筑物上，想看一下它的细节。那2张上来看的话，我应该会选左边吧，左边的感觉细节比较好。那这张的话，左边的是S21 Ultra，OK，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长焦这次也没有到特别的技压群雄的感觉。好，然后这是一个极低光源的测试，这个地方真的超级昏暗的，我蹲在那个草丛里超像变态，然后拿着4只手机疯狂的轮拍，我都超怕路人检举我。那这4张来讲的话，我就想测在这种超低光源底下的照片哪一张会比较符合我的胃口。个人来挑的话，我应该会选最左或最右吧，因为它的整个的感觉是比较有把中间地板的细节拉出来的。第3张有点锐化过度的感觉，不过这4张其实表现都很接近。那我选最左的好。哇，最左的竟然是 iPhone 12 Pro Max，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亮度我觉得是有拉出来。然后 S21 Ultra 的话，是因为它不会到太亮，但是细节又有。那至于中间2张的话，我会觉得首先第3张的话比较暗，虽然说它整个的细节感觉有锐化过，但是
是不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最左的，有点惊人啊。通常我会以为要么选小米的大管光眼镜，要么就是选 S21 Ultra。然后接着是一个合体的照片，这张也是在蛮昏暗的场景下拍摄。然后这张的话，主要是主镜头的表现。那首先这几张来讲的话，哇，我可能会选第2张因为我觉得第2张整个这个绿叶部分是感觉是比较 OK 的。那我们就揭晓。不过我觉得这几张真的是蛮接近的。哇，看第2张。夜景竟然都会是选用 iPhone 12 Pro Max，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在树叶这一块是让我感觉说比较清晰一点的，然后整体感觉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选这张啊，可惜。好，接着是这个超广角的部分，那这个一定是选第2张，虽然说它的叶子没有到这么绿，但你很明显可以感觉说它上面这个边缘的部分表现是比较好的，所以我选的是第2张。第2张的话是哇，终于选到一张 Mi 11 Ultra， 这张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它的超广角的感光元件有升级的情况下，在夜拍是比较有感。然后接着是5倍跟5倍的对打，这是一个夜拍的5倍表现，然后是一只可爱的猫咪。那我个人的话一定是选择右边，因为右边整体来讲，它在猫咪的那个胡须的感觉，还有它整个锐化感觉好很多。那右边是Mi 11 Ultra， 这个长焦在夜景的表现上还是有它的功能在，这个是比较有感。好，然后下一个是这个豆花开始进入食物的领域了，不过别太担心，因为今天我不想把影片拍太长，所以食物的部分不会到太多。那这一个的话，我第一个会选的应该是最左吧，因为我觉得中间这个有点失焦，然后最左的整个上面的油花和细节感是比较好，所以最左还是 iPhone 12 Pro Max， 就会觉得它其实现在相机在虽然说它硬体上可能没有跟到，不过我觉得它在软体上的调教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接着是炖饭，那这张炖饭我第一眼会想吃的是最右边的吧，它这个的感觉就是中间的细节有抓到以外，整个的色调和整个的诱人的程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最右或最左我都蛮喜欢，我应该会选最右。哇，最右是 Mi 11 Ultra， 哇，还行，还不错。好。那这大概就是这次的盲测，那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选到的是比较多的是哪一种？其实蛮让我惊讶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它在感光元件升级到蛮大的情况下，应该表现会更好，但有可能因为我是新粉啊，这个就是我个人偏好的结果，并不会代表说我喜欢这个就代表这只手机一定比较厉害，只能说这是比较符合我喜好的，就是三星的手机。然后可能夜拍部分的话，这次比较让我惊讶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但是它这个在夜景的模式。像是长焦和超广角的表现是蛮不错，但是主镜头和日间的拍照，我觉得效果就没有到这么的强烈。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在于它的软体的部分，因为像我现在实测的时候，它的软体是 12.0.10， 我今天是有收到更新说是可以到 12.0.13， 但是其实还不是最新的 12.5， 它这次采用的都是新的感光元件，所以说在主镜头的调教上和其他2颗镜头调教上，一定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一点是稍微比较可惜，就很有 S20 的既视感。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因为它这次的感光元都用太大了。那我这边就展示几组样张，首先这一张是 iPhone 12 Pro Max 拍的，然后再来这一张是 Mi 11 Ultra 拍的，然后大家应该都看不清楚这是什么字，对不对？那这一张是用 Samsung 的 S21 Ultra 拍的，它就是有用那个对焦小帮手，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把焦距对到非常的短。那这件事情我也实测一下整个对焦距离的部分，因为像我个人很喜欢用近拍实物去拍照，所以近拍的距离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在。那我是使用这种方式实测，那三星在一般的情况下最短对焦距离是7公分左右，那有开对焦小帮手的话，最短可以压到 1.5 公分，所以非常的近。Mi 11 Ultra 的话，它的一般的状况就是大概是在10公分。那有开微距模式的情况下，这个它有点变形的太严重，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特别量，但是它也没办法对到非常的近。然后 iPhone 12 Pro Max 的话，它最短对焦距离我觉得大概是在11公分左右，所以这2台其实它的最短的对焦距离都是蛮长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台明明就有用超广角去做了一个近拍模式，然后那时候我用的时候真的觉得超棒，三星根本就是应该直接用，然后这代也确实是用，但是在这个 Mi 11 Ultra 的时候，这个近拍模式改成微距模式之后，没想
讲它没办法对得这么近因为你像看这个 Mi 10 Ultra， 它的竞拍模式在这个模式底下是可以对到非常近，你甚至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毛的细节。但是到这个 Mi 11 Ultra， 它在这个微距模式的情况下，反而是除了变形蛮严重以外，反而是对焦没办法对到这么近。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它那个超广角镜头在大感光元件的情况下，导致它没办法做到这么近的对焦，所以就有一点可惜啦。然后再来我想讲就是它在观景窗的优化可以再好一点，因为有时候在极暗的情况下，虽然你是拍得到东西，不过观景窗整片黑的情况下，真的是看不太到。那相对比这个 S21 Ultra 就会很明显的有感觉。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这个长焦，它虽然有支援到120倍的长焦的焦段，不过因为它没有手持稳定的功能，所以说假设你对到目标之后，你稍微晃动遗失掉之后，它观景窗太小，然后又没有手持稳定，你要再拉回去原本那个地方对焦，你光是要找到那个点就要一段时间。那像这一次我有试着去拍月亮，就是找到月亮之后，你要非常的稳，憋气憋超久，你才有办法把月亮稳定的抓下来。那有时候它甚至会晃来晃去，这个其实在120倍变焦这么长的变焦的情况下，是一个蛮可惜的状况。大概这些就是我这一次使用相机的一个体验，我会觉得小可惜，就是很有 S20 Ultra 的感觉，就是硬体非常的好，但是软体的调教还是有蛮多进步的空间。那我觉得大家最近这几次看我盲测的影片下来，都应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几张照片其实都超像这真的都是个人偏好问题。我就觉得现在的手机的相机已经进入一种像神仙打架的状况，就是表现都已经在一个区段、一个高水位的水准底下，然后去比一些很小的细节。但是这个就是现在相机的状况，所以其实也并没有说我喜好就一定是最好，所以我才会用这种盲测的方式去帮大家测出你最喜欢是哪一台相机，那你才可以挑到哪一台你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我的照片真的是超好看的那一台相机。所以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真的是可惜了，毕竟它的镜头模组这么凸的情况下，我还是蛮期待之后软体的更新。然后接着就是一些使用上的心得，那这就跟这几台相机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关系了。这次的话，我觉得它整体的使用的手感好上蛮多，跟之前这个 Mi 10 Ultra 比的话，算是你看很明显的瘦身有成吧。Mi 10 Ultra 拿起来就是一台非常胖的手机，就是肥肥胖胖，但这一次瘦身有成以外，我觉得它的配重真的蛮好。虽然说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经过这么多手机的修炼，我的手已经非常的强壮了，有霸气在，所以我拿这只手机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重，一瞬间就直接适应了。但是我觉得它的配重是还蛮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只要你拿久，你应该是蛮可以习惯，然后也不会有真的头重脚轻的感觉。虽然说这个真的是蛮大一坑的。然后这个凸起，我觉得有个比较大的困扰，就是拍照的时候很怕手是把镜头弄脏，所以我每次都要这样擦一下我才照。然后再来就是很怕刮到它。使用体验上来讲的话，撇开一些预设的软体是内建，你可能要先清掉以外，我觉得整体来讲，MIUI 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作业系统，它有点像三星跟苹果的结合，就是它有着 Apple 的顺畅度，但是又有着三星的自由度和手势，所以说我觉得用起来算是蛮不错，就是它两边都有接近到，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系统。少数来讲，我不会安装 Nova Launcher 的一个手机。这一次的震动马达在打字的时候回馈感真的蛮不错，不过这次的震动马达也造成这个解锁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会让你感觉有点累。我在开箱的时候并没有明显感觉，但是这几天使用下来，因为你手指放下去的时候就已经会先给你震动，然后接下来你看过去之后，它才会跳那个闪光的画面，然后才会真的开始跑进入解锁的动画，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点点 lag， 但这一点其实在这个 Mi 10 Ultra 上是不会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软体的问题，它的震动先出来才开始跑动画，让你会觉得解锁速度稍微慢一点，这点是我觉得小可惜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四曲面，这个四曲面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它给我的存在感比我想象中的少蛮多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它会更有上下边角不见的感觉，但是你看像这样子，其实确实上面是有，但是我觉得像是戴上保护套啊，或者是没有很仔细的观看比较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没有这么显著啦，并没有这么大的优势在，但它的缺点也没有到让我这么的感觉到，就是不会说这个地方造成我太大的困扰。然后接着讲一下它的充电和续航，续航真的是超扯，超级长，我用超久才把它用到没电，才有办法测试它的充电速度。充电速度上来讲的话，5%开始充电，我充了30分钟就直接充到了90%，超级快，67瓦真的不是盖。然后我再充9分钟，就是总共花了39分钟，我就充到了100%，
100%，所以其实它大概是在40分钟以内就会可以让整只手机充满，我觉得真的超扯。然后它的那个充电的时候又有那个特效在，真的是超级爽。我觉得像是小米啊、1加这种充电速度超快，真的是充起来都会让你觉得哇，真的太爽了，不会太担心电池没电的问题。所以说，其实它即使不是 LTPO 的萤幕，但是也不用太担心说这块萤幕会续航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使用起来还算是蛮 OK。然后这边的话，我有测试了一段音质的比较，就是为了这个 Harman Kardon。那你各位可以听听看，说哪一段音质是你比较喜欢，那你可以留言分享看，说哪一支喇叭的表现是你最爱。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好了，那差不多这就是我的评测影片。那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只手机其实是真的有做出旗舰的感觉，但是在硬体这么好的同时，也真的是让我有想到我 S20的阴影。它可能在竞拍上会有点问题以外，它在相机的提升感还在等软体跟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感觉是真的可以再进步，特别它的硬体用到这么好的情况下，有点可惜啊。不过就看你敢不敢赌那个未来说它会不会软体更新。我个人会比较偏好不太想啊，因为这种东西真的谁也说不准。但是它也有可能下一版12.5一更新上去就直接大反超，吊打三星、苹果，这也是有可能。毕竟它硬体这么好，但是这就是一个可能性，不一定会实现。所以说给我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以 S20 Ultra 是我比较喜欢的主力机啊。不过这只手机真的是一台蛮不错也蛮有趣的手机啊。好了。那是大概对，还有一件事情想讲，就是这个副萤幕，差点忘记。大家都会说这个可以拿来当自拍显示，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有点太小了。就是你背着这样一群人的时候，不是拿手机那个人的话，后面那几个人会看不太清楚他在哪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实用度上来讲还是没有到这么显著啦，但是蛮好玩的，所以 OK 啦。好啦，那大概就是我这一集的评测影片。那也再次感谢 John Smith 这个网友借我这支 Mi 11 Ultra， 所以大家才可以看到这2集影片。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